首先感谢一下这位小老板给予我们精神上的一些赞助，希望你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。欢迎各位小老板来到大康电脑评测。今天我们开箱的机器是前2天刚刚首发的暗影8 Plus 高能版。惠普自之前的暗影8 Pro 翻车之后销声匿迹了1个月，我是特别期待这款机器究竟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表现。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也和我一样。机器是我从某东自营自费购买来的，没有厂商的赞助，也没有恰饭。拆掉笔记本外包装，共有笔记本本体1台，电源适配器1个，电源线1根。电源适配器这边给到的是330瓦，拯救者的9000P 系列给到的是300瓦。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配置，处理器是 i7-12800HX， 16核心，24线程。运行内存的话，我手上这台是海力士的 16G DDR5 4800兆赫兹双通道。独立显卡是一块 RTX 3070 Ti 满血150瓦，支持独显直连。屏幕的话，我手上这台是京东方的17.3英寸 2.5K 的一个分辨率，还有一个160赫兹的一个刷新率屏。固态硬盘这边给的非常好，原厂给的就是三星 PM9A1 1T 的，记住，原厂还有2个 PCIe 4.0的一个 M.2 硬盘接口。无线网卡也是英塔的 AX11，支持 WiFi 6标准。机器的 A 壳表面非常有质感，正中间配有菱形的一个键面 logo， 使其颜值不至于那么的单调。屏幕的观感还不错，上边框1指宽，下边框2指宽。我个人是非常讨厌屏幕边框这么厚的机器的，我个人非常讨厌。然后惠普的老毛病了，转轴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不牢靠的。机器的 C 面键盘布局十分工整，有彩色 RGB 的一个键盘灯，然后触摸板的一个按压反馈感也非常好，但是它没有数字小键盘。不过机器自带的键盘是机械键盘，手感特别好，这点非常好评。机器的地壳还是老样子，惠普经典式的设计。机器的键盘面的左下角稍微用一点点力就会出现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可能是散热模组的一个问题。不过好在无伤大雅，实际使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。风扇在高频的一个转速下，依然可以听到一点点的尖锐啸叫，但是这完全可以在我个人接受范围之内，明显会比之前的暗影8 Pro 好太多了。在此之后，你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去带这个节奏，但是确实这台机器的啸叫是完全可以忽略的，每个人的听觉接受程度都会有差异。总之，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，但是这并不是夸奖。之前的暗影8 Pro 的教训看来是还没有完全吸取到位，很多时候消费者已经在告诉你们厂商需要什么样的机器了。如果你不重视消费者的需求，那你生产这个本子的意义又何在？笔记本裸机重量 2.936千克，加上电源适配器 4.220千克。新版本娱乐大师跑分，总分跑到了162万分，处理器跑到了67万分，显卡跑到了50万分。3D Mark Time Spy 处理器跑到了11802分，显卡跑到了11799分。继续跑了一轮 R10， 看下处理器的一个渲染能力，处理器单核跑分跑到了691分，多核跑到了7805分，我的乖乖。右边这份是拯救者 Y9000P 3070 Ti 版本的20跑分，单核跑到了643分，多核是7180分。由此可以看出 ，i7 的 12800HX 暗影8 Plus 的高能版这个机器的生产力是很明显强于拯救者的 Y9000P 的。处理器干活这一块确实提升了不少。用 PR 视频剪辑导出一个10分钟素材，素材规格在这边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开启 GPU 加速，总共用时49秒。处理器单烤10分钟，大核频率 3.44G， 小核频率 2.80G， 温度81度，功耗115瓦。目前来看的话，表现非常不错。显卡单烤10分钟，温度70度，频率1320兆赫兹，功耗149瓦。我又双烤了10分钟，得出的数据是35瓦加150瓦。虽然表现已经非常好了，与微星 GP76是同一水平，但是我之前无意间翻到一位同行跑到了75加150，我是很好奇他是如何跑出75加150的水平的。性能模式我也开了，得出的10分钟数据还是35加150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电源的话也是在充电的模式状态下的。他说有可能是我的 FreeMark 分辨率设置的太低了，但是我现在双烤，我得出的数据是 CPU 的功耗低啊，显卡是跑满的150瓦，没什么问题的呀。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啊，35加150这个成绩表现已经很不错了，温度也不高，机器的散热也非常好。如果有人能知道75加150是怎么跑出来的话，麻烦您告诉我一下。但是双烤的前2分钟，我跑出的数据确实是75加150，但仅仅只是前2分钟，这个成绩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啊。